对方脸上是得意的笑，尾巴无意识地摇得欢快，目光中带有几分殷切，让蓝忘机莫名想起那些做了什么好事求表扬的小孩子。他默默移开目光，说不出什么呵斥性的话。静默片刻，蓝忘机板着脸道：不要，你喜欢就自己留着。哦。魏无羡点点头，也看不出脸上有失望的神情。知道你不会要，我拿回去给江城他们开开眼界。蓝忘机的声音顿时冷了下来。放了。魏无羡顿了顿，正色道：你刚刚还说让我自己留着的。蓝忘机冷了一张脸，默然道：云深不知处，禁止杀生。魏无羡心说：我又不杀生。正不满的要再跟他理论几句，忽见一人披着月色走近，怔了一下，下意识端正了仪容。那人是与蓝忘机如出一辙的素衣若雪，两者容貌也极为相似。然而就像时人所评的那样，一种颜色，两段风姿，那人的神色比起蓝忘机来要温和得多，因而更显得温润如玉。蓝忘机也立即察觉到那人的气息，不再与魏无羡争执，从容地转身，微微俯身施礼。魏无羡略微敛了神容，连尾巴都不再乱动。他向那人施礼道：责无君。蓝曦臣似乎正是要来找他们两人的，即便如此，他见到魏无羡的模样后，还是忍不住愣了一下，随即忍俊不禁。我从叔父那里听说过了，没想到魏公子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可有头绪？魏无羡无辜地摸了摸自己的耳朵，我只知道自己被那狐狸咬了一口，没想到第二天一醒就成了这模样。责无君，你可听说过这类妖法？蓝曦臣了然地嗯了一声，温和道：我方才下山了解了一些事情，也有了些猜测，还不是很确定。魏公子，可否让我仔细看一看？魏无羡没有过多纠结，爽快地答应了，而后顺从地凑上前，微微扶手，好让蓝曦臣能看清他的耳朵。蓝曦臣仔细瞅了半晌，除了看出这确实是虎耳无物外，也实在瞧不出什么名堂。刚抬手要摸一摸，以便进一步确认时，忽然感觉到来自自家弟弟的目光。蓝忘机一贯不喜多言，此时也一言不发，只默默盯着蓝曦臣抬起来的手，似是要说什么，却欲言又止。蓝曦臣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，抬起的手落下时，强行换了个方向搭在魏无羡肩上。魏公子不必过多担忧，明日我在查阅古籍，整理好后会告知你详情。他话锋一转，又道：你们二人还未用晚膳吧？忘机，你带魏公子去吧。蓝忘机点头，再次向兄长施礼告辞，便和魏无羡一同离开了。蓝曦臣在原地静立片刻，直至两个少年的背影从自己视线里消失，他才如感叹一般喃喃道：不管怎么说，交到朋友是好事。翌日清晨，魏无羡仗着自己有正当理由不去听学，正想睡到日上三竿，却一大早被江澄从床上拖了起来。见他有睡到天昏地暗之意，江澄便骂骂咧咧的道：别睡了，阿姐来看你了。魏无羡顿时惊醒，眸子从混混沌沌恢复清明，而后便大惊失色。师姐来了？她怎么来了？江澄轻咳一声：昨天早上我让人给家里送了急信，阿姐因是听说你病了，就央着爹带她过来看你。魏无羡捶了江澄一拳，然后开始在屋里翻箱倒柜。江澄无语地看着他团团转的模样。你做什么？魏无羡头也不抬。找块布遮一遮，我这样子吓到师姐怎么办？待魏无羡找到一块黑色大块麻布，把自己的耳朵到尾巴罩了个严严实实。江澄打量了他一下，实事求是地评价道：我觉得你这个鬼样子更容易吓到他。在同舍生好说歹说的劝架下，魏无羡总算是避免了就地跟江澄打成一团，就是黑布在推搡间被扯断一截，盖不住尾巴了。他只得气闷地裹着黑布，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江澄说的八角凉亭。魏无羡在一旁观察了一下，好笑地发现蓝忘机竟也在。大约是江丰年去跟蓝启仁会面了，蒋衍离又要来等他，于是蓝启仁或是蓝曦臣便让蓝忘机给他带路。此时蓝忘机坐在一边，坐姿端正的有些拘谨。江衍离乐呵呵地把带来的食盒摆上凉亭中的小石桌后，便坐在一旁的石凳上翘首以盼。等了许久不见魏无羡人影，他便将目光转向蓝忘机，柔声道：蓝二公子，阿仙在这里一定没少添麻烦吧？
魏无羡心说：坏了，要是泽无君兴许还会客气一下，这蓝湛该不会这么耿直的说是吧？蓝忘机似是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才诚实的应道：江厌离笑容未改，只略带歉意地说：要麻烦你们多担待了。随后他又问了一些问题，大意就是了解一下魏无羡在云深不知处的情况。蓝忘机的回答详细的让魏无羡都怀疑起人生来，心道：我还干过这种事，我自己怎么都不记得了。而后他听着听着，总觉得蓝忘机再答下去就要把自己一顿饭吃几粒米都答出来了，忙清了清嗓子走了出来。江厌离见到他，轻轻啊了一声，犹犹豫豫的开口问道：阿羡，你怎么披着块黑布？魏无羡道：我染风寒了，冷。江厌离登时紧张起来：严重吗？魏无羡见不得他担心的模样，只得道：没事没事，已经好了。江厌离蹙了眉，将魏无羡按在石凳上，转头严肃地望向蓝忘机。他的病确实好了。江厌离闻言略略放了心，回头仔细一瞧，却是摇了摇头，抬手轻轻地掀开那块黑布，讶异了一瞬，正对上魏无羡小心偷瞄过来的目光。他有些哭笑不得：我从泽无君那里听说过了。见魏无羡一脸憋屈，他忍着笑抬手像顺毛一样在他耳朵上抚了抚。好啦好啦，其实还挺可爱的。魏无羡被噎得说不出话的场景倒是少见，蓝忘机面无表情地旁观了一会儿，看着江厌离摸摸魏无羡的头，又摸摸软软的耳朵，心不在焉地蜷了蜷手指。蓝忘机告辞离开时，江厌离要留他下来一起吃饭，被他婉拒了。魏无羡趴在石桌上等待投喂时，顺道叫住蓝忘机：蓝湛，你就尝一尝嘛，你还没喝过我师姐炖的莲藕排骨汤，来来来，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。蓝忘机回头看了魏无羡一眼，对方慵懒地趴在桌上律动着耳朵的样子就这样撞入他眼中。他抽了抽眉心，僵硬地道了句不必了，便有些落荒而逃地离开了。魏无羡郁闷地直起身来，却看见江厌离在掩嘴偷笑。江厌离道：羡羡，你几岁了？怎么跟朋友还撒娇呀？魏无羡摸摸自己的脸：我有吗？江厌离眼里流露出一点迷惑的神色。没有吗？他思索了一会儿，有些担忧地说：交到新朋友是好事，可是也不能老是跟朋友撒娇呀。逐渐远离了被山岚笼罩的云深不知处，悠悠钟鸣与淙淙流水声都开始模糊。自竹林中走出两名身形相近的少年，一人素衣复琴，神容毅力而冷峻；一人戴斗笠披黑衣，自细间可窥见一双明亮的眼睛，顾盼之间却是流转的飞扬神采。大概是嫌斗笠带着碍事，那人走了一段路后，便颇为嫌弃地将斗笠摘了下来，而后露出耸立在发间的两只尖尖虎耳。思量了一下，他又将那被改装成披风的黑布拉过了头顶，无奈这下便露出了蓬松的尾巴，像春日里一捧柔软的橘红鹤望兰。蓝忘机跟在他身后，无言地看着对方不断摆弄黑布，直至那尾巴在眼前晃了又晃，他才忍无可忍地提醒道：尾巴露出来了。魏无羡道：可是戴着斗笠，耳朵很不舒服啊。蓝忘机不语。魏无羡便又道：哎，罢了罢了，戴就戴吧，要是我多说几句，你又要不理人了。蓝忘机冷声道：你已经说了很多句了。也不知泽无君为什么让你跟我来，明明你这么不待见我。虽说江城不认识路不能跟我来，不过再不济从你们家随便找个跟我不熟的门生也行啊。我跟你也不熟。这可不是你说了算，我师姐已经钦定了，你是我朋友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以后有汤，我会记得给你带一份的。半个时辰前，蓝曦臣将他们召至藏书阁，将自己整理出的讯息给他们罗列了一遍，简明扼要地总结出结论，即魏无羡需亲自前去寻找那只赤狐，弄明白他的意图，让他得偿所愿，才有可能去除异象。我不服，为什么我被他咬了，还要帮他实现愿望？蓝曦臣为难地笑了笑，可实在是没有别的方法，你所中之咒乃狐妖所加，也唯有狐妖可解。蓝忘机盯着魏无羡因不满而不自觉摇起的尾巴，碾灭了若伸手按住他应当会安分一点的心思，挪开目光，适时地出言道：兄长。蓝曦臣了然道：忘机，此次唤你过来也是为这件事。魏公子人生地不熟，不一定能找到赤狐所在，
你就协助魏公子，为他带路吧。魏无羡本想说，其实我经常溜出去，早把你们姑苏哪个地方卖什么酒果子酸的甜的都摸清楚了。奈何这种混账话在泽无君面前实在说不出口，也只好憋在心里。